这是一个延迟了5年的旅程。2019年，我们计划了2020年要去加拿大育空河划独木舟 canoe， 从白马镇 Whitehorse 出发，以8天的时间抵达 Carmacks。虽然我们对 canoe 一无所知，在网络上对这个行程又没有太多中文资讯，英文影片又比较看不出细节，每个影片里面的人都一副轻松愉悦的笑容，再加上这个行程对当地来说似乎是观光产业，所以我们也就抱着观光客的心情面对。当时我们早早就订好了机票、民宿和独木舟，然而万事俱备，东风还没来，疫情却爆发了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喊停所有行程。万万没有想到，5年之后行程再起，主揪兼导游、领队、翻译，万能的法兰克除了重新召集伙伴们，还为大家整理了非常详尽的行前须知。我们也一起整理了一份装备清单，方便大家采购与打包行李。猜想在育空河上应该没有网路，所以各自预先下载离线地图，以便届时方便沟通。我当然就使用对我来说最顺手的山林日志，先下载了所需要区域的离线地图。强大的弗兰克和凯文把在网络上搜集到的 GPX、营地、点位等转成 GPX 档案，这样就完成图资的行前准备咯。这一次没有疫情搅局，在出发1个月前，我们一起预约了独木舟的体验，先来个行前训练。是的，事隔5年，我们这一群7个人，虽然平日都有运动习惯，对野外生活也不陌生，但仍然不曾受过独木舟的训练。体验当天的感受是很好的，这也增加了我们盲目的信心。带领我们的教练知道我们即将出发去加拿大，而且还没有找当地的教练陪同，非常热心的让我们加码体验当船翻覆以后要怎么翻回来的方法。虽然很幸运的我们没有用到，但还是感谢教练的热情。出发前1周，很少感冒的我居然来了个重感冒，还好到出发日时已经好很多了，总算顺利前往加拿大。加拿大国内线有些航空公司允许携带小型宠物进机舱，也因此看到这个有趣的设施。简易之类的，还有专门的休憩区，还有一个小黄山，应该是给他们上厕所。还有塑胶袋、酒精，超强。为了节省旅费，我们由香港转机到温哥华，再转国内线，总共耗费了超过25个小时，好不容易抵达白马镇。夏天的白马镇日照时间很长，我们抵达的时间点是7月初的凌晨1点多，天色昏暗，但也不是黑得非常彻底。当地人告知，7月份天黑的时间大概只有1到3个小时，而且最黑就是这样了。所以7月份的白马镇看不到极光，主要就是因为天空几乎不会完全黑的缘故。